嗨，大家，今天呢是一个对我来说蛮重要的一天。没错，今年又是1年1度的我的生日。那我今天终于满32岁了。然后我现在回到家买了一杯我自己很喜欢的50兰的面茶红茶拿铁加珍珠。等一下呢，吃一顿自己煮的饭。下午的时候去那个景美的白色恐怖国家人权博物馆。不知道，我觉得今年就是一个真相慢慢浮出来，然后都开始做很真实的样子的一年。以前我都觉得32岁好像已经本来就应该要成家立业，然后开始生小孩，然后工作那些都顺顺利利的。就我想象中的32岁的成功的女性应该有的样子，小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我自己到了32岁了，我其实一点都不觉得我自己现在很老。每一年我都觉得现在的我自己是最好的样子。但是呢，我在去年的10月份左右，我经历了一个我自以为我绝对不会经历到的一个过程，就是对于年龄的焦虑，就突然开始给自己设下了一个框框，就觉得说我现在已经要32岁了。那如果我现在谈恋爱下去，最终的结果不是说能够朝结婚迈进，因为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非常强烈的想要生小孩，所以生小孩的这个计划目前它还没有被放在我的时间轴里面。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传统跟现代思维的一个碰撞。我以前就曾经跟我妈讲过说我想要一辈子都谈恋爱，然后我妈就会说你这样很不负责任。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会觉得同样一个决定它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我觉得我一直是直到就是这1-2年31岁左右，我觉得我才开始能够在恋爱关系中尽可能的做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冲突的人，我观察力很高，我知道对方的喜好是什么，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会选择去配合，我会选择去包容。这个议题其实我之前就是我自己有跟我自己对话过，我觉得可能是小时候同侪之间有一个阴影吧，在当时我会一直想要去追着其他人跑，我会想要去得到其他人的喜欢，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长大之后，其实我就会很害怕有冲突感觉，因为我很怕别人会不喜欢我，或是会被人家抛弃。但我现在还是就是成长起来了。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不会直接说我以前有这样子的遭遇，完全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一定有我自己可以改变的地方。但反正我现在变成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可是这些过去它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创伤。我现在真的不太会需要去找到其他人对我的喜欢来去认同我自己，就是我只在乎我重视的人。我开始能够很明白的去表达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棒，就是不害怕任何一段关系的结束，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可以更加的坦诚。虽然我是双鱼座，可是呢，我的上升星座跟我的月亮星座全部都在土象。对于星座有研究的人就会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既要感性，但我又理性。我希望务实，但是我又需要他有想象力。我想要对于生活有一个控制感，可是呢，我同时又很享受生活，所以我需要有弹性。你知道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拿捏。那时候呢，我跟 ChatGPT 在聊天，他跟我讲说，其实你会焦虑的并不是因为是不是跟这个人要不要走下去，而是你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不论是任何的人都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感受。经历过那一段很挣扎的时期，然后再到现在往回去看，我不会说它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挣扎，但是我要说，只要走下去，其实走了你才会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今天呢，除了木栅动物园之外，我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去那个白色恐怖的国家人权博物馆。我觉得台湾现在也在转型，开始越来越多人去探索台湾的一个真实模样。这种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很完整的被呈现出来，它一定是拼拼凑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很重要吗？我觉得讲到政治这个议题，
就要很小心的讲话。我不会说过去不重要，但是没有必要一直扒着一些过去阻碍我们前进。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台湾人就是大家越来越想知道台湾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过去。当然我没有办法去很完整的去拼凑出整个台湾的模样，可是我们可以从小小的碎片然后去了解到底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它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哪些事情是真的，有哪些事情是假的。我觉得不能因为再怎么样去了解你都不知道全部的真或是全部的假，你就不去做这件事情，或是你就避免去谈论这件事情。只要有人谈论这件事情就会有热度，就会有人去关注，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台湾这一块土地它真的是一个也是很复杂的一块土地，跟我一样。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我要不要去这个人权博物馆。我以前真的是对于历史啊地理啊公民这些东西我真的完全没有在上课。高中吧，某一次生日我还要去学校补考地理，你们就知道我觉得我的社会有多差，非常非常的差。我对于那些历史的那些时间轴完全对不上，历史事件到底发生什么，在我脑中完全一片空白。我也是直到这1年多来，我才开始慢慢的去了解台湾的一些历史的背景。那现在呢，我就对这件事情就是变得比较热衷，我就想要去了解，我就想要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把它补齐。就是时间有点晚，但是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没有关系，就是有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好的事情了。不关心，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计划。晚上呢，可能会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吃饭，对，然后明天好像又放假了吧，还是后天，我忘记了。反正我今天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祝福，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感谢。我讲了超久，我讲了至少半小时吧。我们现在要准备吃一点东西，然后准备出门，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探索真相的生日吧。嗨，大家，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了，我要赶快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前呢，我要来吃一下我们的新产品胶原蛋白粉，这是水蜜桃口味的，超级香。它在嘴巴里面呢会马上融化，很好吃。好，我要赶快去坐公车了，我们一起去吧。我现在呢已经到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了，然后我现在要去服务中心的入口，因为他们有那个导览。我觉得这边呢有一点难走路，因为他们前面这边正在修缮，正在施工。走过来这边呢就会看到招牌，所以我们就从这边进去。我来去找一下服务中心，应该就是这个。如果你要借导览机器的话，它每天是在早上的10点还是10点半跟下午的2点半，你可以借那个电子的导览机器，然后要记得带证件。其实参加导览的人真的蛮多的。也如果家里人寄信过来，信也是从这里递送进去，是不会开这个木门的。然后如果说收到起诉书，也会从这里送进去。那在你们高一点胸口这个位置呢，有一块薄薄的铜片，这个地方叫做监视口，那它是让这些管理人员监视使用的，所以他们会从这里确认押房里面的状况。嗨，大家，现在呢，我刚听完导览，看过的东西，他们住的东西，我们会直接去实地的去走访那些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害者前辈们，他们走过的路，住过的地方。这个整个园区，就是你会有一个既视感，就是你想象当是你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情，所以。我刚刚在听这个导览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心里非常的紧张澎湃，然后甚至会想要掉眼泪的，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过去？
那现在我们看完导览了，我想要更深入的去走访这些地方，因为刚刚我们就是只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没有办法好好进去里面。现在呢，我们就是先来到这个第一站军事法庭，刚刚导览的一些记忆，然后我看我记得什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有讲错的地方的话，可以在下面就是纠正我一下，因为我觉得正确的资讯真的很重要。对，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墙是当初政治受害者前辈们他们从这个地方走进来呢，他们第一个会先看到的是这4个字，就是公正联名。那他们说上面的这个 logo 这个符号是警备署的符号，可能那些前辈们进来的时候看到这4个字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公正透明的，然后会希望可以带给他们一线生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是什么，是亚洲第一座结合历史遗址，然后跟阐述在威权统治下那些被迫害人权的一个博物馆。那它还有2个园区，一个是在绿岛，一个是在景美。那绿岛的那个纪念园区呢，它就是以前的监狱的地方。那景美的这个园区呢，它就是在那边审判跟执行的一个地方。这个博物馆它留下了很多当时的物品以及他们的场所，因为有这些东西，所以就可以现在可以让我们就是在进行更多的教育跟推广，还有研究跟典藏。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了解，其实是很不久的以前的台湾的过去的话，我觉得很值得来这个地方看看。这短短的40年，然后发生了这些事情。就只是在那是40年前，台湾居然有这样子的过去。那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其实白色恐怖时期就是在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他们从中国大陆逃到台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台湾，他们自诩为是自由的中国。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共产中国。可是呢，在那个时候的讲政府，他们就是想要去整肃，很害怕会有所谓的共产中国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进行了很多很不人道的一些整顿。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就是一些读书人啊，他们可能会聚会啊，去讨论，然后举办读书会。那个时候的政府就怕大家会有这种思想运动，对，在40年前的台湾，那时候怕有这些思想运动会把人民给带偏。作为一个指使去杀人的人，居然可以住在这种特别的地方。虽然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他不需要去关在那种小小的地方。居然还有浴缸，还有洗衣场，还有书房、衣柜。支持人家杀人的人，居然可以住在这种特别的地方。然后在当时那些政治受难者的前辈，有些人是医生，然后有些人是土木工程师，居然还会叫他们去帮人看病，或是请他们帮忙建第一法庭。他们是政治受难者然后还要求他们去做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好扯哦，真的很扯。I see you pulling up to meet me in your car. I know you didn't have to drive, you don't live far from me. I know we're friends
answer, baby, something's on my mind. So I apologize for taking all this time, but I got to tell you. Now can I pretend I don't love you like I do? Now can I pretend I don't love you like I do? No, so should I pretend that the feeling isn't true? Now can I pretend I don't love you like I do? 以我156公分来说，他们的这个门啊，全部都是要弯腰进去的。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这些前辈们，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没有人权。这个雅房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阳光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们的以前会有这样子的过去？就是可能都很害怕人民有自己的思想吧。1980年后呢，开始有这个防护垫，墙壁上有防护垫，就是为了要怕里面的人他们会去自杀或是去自残。这个马桶也是后来才增设的马桶，然后吃饭也就是在这边。那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个里面后来开始有一些，就是可以看到一点阳光。那里面呢，就只有马桶而已。当时被关进来的人，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要怎么洗澡，要怎么上厕所，要怎么洗手，就是靠里面唯一一个东西，也就是他们的马桶。他们马桶水呢，是他们用来刷牙、擦身体、洗脸用的，我都讲不出口。这里以前是他们的会客室，访客就是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那些前辈们。如果是会面式的，就是当年政治犯他们所留下来的录音啊，或者他的家属留下。哦，白色恐怖我们当然是一定有，因为白色恐怖是从1949年到1991或者92年。那你们那个时候会知道当时是在做什么吗？哦，多少都有听闻，因为你不能够有新的报纸、新的政党，这些都是被限制的。现在可能都是要看新闻才知道。比如说我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有2个妈妈带她的小孩子在这边活动啊，她就来参加。那我就站在这个地方跟她讲说，当年1980年的时候，228就是你最近看到那个世纪血案啊，那就是林义雄的太太来这个地方来跟他会面，但是他不知道他家里面已经遭到灭门的血案，在1980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2个妈妈讲，那他们很讶异，他们说他们住在这附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些事情，而且没有听过这个灭门血案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什么时候，我说1980年，他们想一想说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有世代的差异啊。那个时候如果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话，那时候的国民党跟现在的国民党有差吗？当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当年的话，威权体制时候的国民党，以现在的年轻一辈的人来讲的话，在我的感觉，他们了解的程度恐怕没有那么多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政治档案，或者说像我们这个园区开放以后，有人来参观，才慢慢知道这个历史。比如说那2个年轻妈妈，他们就住在附近，可是他们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军营，不晓得这个地方是在关政治犯的地方。林家的那个档案吗？林家血案的档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那现在目前最近开放的那个是国安局的档案，国安局把他们的一些档案，那当然当年还有一些档案，比如说调查局的档案啊，那这些东西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完全的开放这样子。目前所有的档案，除非政府愿意啊，否则按照国家档案法，它有一种强制的规定啊，就是说70年以后的档案，那就是规定你强制是一定要开放的。但是也有一个但书，因为在那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法是说，
如果国家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持续把那个档案封锁下去。所以林义雄血案是很复杂的啊，而且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一个明显的证据。但是通常一般的认定，它大概就是情治单位所为啦，因为也只有他们才有办法说让后来连警察机关、刑事单位来查案的话都查不出来。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那我记得好像他们的70年好像是到后年的样子。是。民进党会有什么理由不把这个档案打开吗？因为它打开的话是我刚才说过有一个国家档案法，然后国家档案法它就是受限于保管这个档案的机关，比如说那个调查局啊，那他如果不愿意把这些，他是以国安的理由还是怎么，他不愿意开放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这样的。那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背后可能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档案，它不是全部拿出来丢给你看的，它事先已经有经过某种程度的过滤了，所以究竟能够看到多少，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就我所看到的档案，如果在50年代的档案的话，你大概看得到，当时候蒋介石的批示啊，还有各种这个大的案子，它所形成的那些卷宗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公开了。是说真的，就像他说的，住在这附近的人可能不知道这里是一个这样子的场所，甚至不知道这里附近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就跟我们平常人一样，我们其实好像不太会去注意到周遭发生了什么事。我刚刚在其中一个展览看到一句话，他说：“现在是过去，也是未来。”我觉得就只是这样子短短的40年，离我们现在这么近的40年，它都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那其实后面的10年、20年都有可能发生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也说不定。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希望，如果说这种威权统治、这种独裁统治是每一个国家必经的一个过程，那我真的非常的希望未来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国家会需要这样子的过程。现在的台湾民主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论是哪一个政权在领导台湾，都希望是真的为台湾未来的发展好，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去反对。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听导览员的导览，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当时的美丽岛事件呢，他们就用了这一个法庭，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辩护律师，然后让边也有辩护律师，可是呢没有被告的位置，他们就必须站在这个中间。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审判官啊、书记书啊等等，但其实他们全部都是同一类人，而且他们的职位是可以交换的。例如说，今天这个人他是审判官，明天他可能就去当书记官工作。那为了要让这么多人他们可以尽快的把事情给解决好，他们就是会有很多内部的讨论，所以他们就是其实都已经讨论好了。中间这边就是这些被告，然后后面呢，他们第一次公开，然后让很多的不同报道的记者来采访，所以就会有后面的这些桌子。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台湾时报、台湾日报等等的。那个时候，美丽岛事件，他们第一次要来开庭的时候，他们的那些律师啊，全部都是要挑选过，就是他们是需要考过，有经过正式的程序，他们才可以来当这个
辩护律师，所以那个时候的陈水扁啊、苏贞昌吧，他们就是在美丽岛事件这个开庭的辩护律师。那时候每一个被告，他们都觉得这已经是他们的就是最后一天了，或是最后几天了。那他们就会在法庭上跟大家说他们想要说的话。然后刚刚导览员呢，他就有讲到说，陈菊那个时候他只有讲短短的4分钟，然后他先跟审判长说，他被抓进来之前呢，就是他的财产就是只有一个相机，他希望把他的相机可以留给他的弟弟。然后接下来他就是跟每一个人都说了几句话，然后类似说一些感谢、感恩的话吧。然后在那个现场，就是很多人都掉了眼泪。那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在那样子的情况下，会去做一个公开的动作，让其他的报社们、记者们或是民众之类的可以公开去参与？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想的是，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公开的审判，达到一个整肃的一个效果，就是希望大家会因为这样子怕。可是没想到事情完全就是往反方向走，然后就变成现在的一个局面这样。今天的这个参观呢也快要结束，现在已经4点49分，然后这个园区它是5点关门。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根本就还没有看完，还没有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来一次的话，应该会对于我们的整个历史背景的轮廓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了解。那我觉得之后呢，我可能还会想要再来，我也会想要推荐很多我的亲朋好友来。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人住在这里的隔壁，可能就不知道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点，或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些历史故事，它其实是非常片面的。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了解我们台湾的真相。我相信之后呢，我也可以用一个更清楚的视角去看台湾发生的事情。感觉从现在开始，我才真正的、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台湾人。就是500克的话是1份，500ml的水是1份，所以这边的话是可以跑1000ml。这个是刚刚那个里面的哪一个数字啊？02。我刚刚第一个就是闻到这个，我觉得这个超级香。生日快乐！谢谢，谢谢。等我下那个蛋糕。这个只要直接冲热水，还是拿去煮会比较好？如果想要味道重一点的话，当然是煮会比较好，味道比较香味比较显著。好。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